穿进恋爱综艺后，我凭借隐身术爆火了。作为王爷身边顶尖的暗卫，我身形如电，来去无踪，800个摄像头都抓不到我的影子。本以为这样能避开桃花，没想到现代网友喜好清奇，纷纷被我的隐身术折服。每日热搜：今天摄像机抓住夏鹏了吗？准备好，开始拍摄了呀！我被一道高昂的声音惊醒。奇怪，就在方才，我还身处一片血海之中。身为王爷的暗卫，我为了保护王爷万箭穿心，当场殒命。可眼下，我居然坐在一个陌生的房间，面对2个装束奇怪的人。莫非我没死？接下来我们会问你几个问题，放在恋综的先导片里。对面的人笑着对我说：“恋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先导片又是何物？”我虽然不解其意，却明白了一点。看来我不光没死，还被对方当作俘虏绑到这里，正在接受审问。而旁边那台被他们称作摄像机的黑色仪器，应该是一种新的刑具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恨不得立刻咬舌自尽。但想到王爷可能还在他们手里，我不能轻举妄动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什么斩男技巧？这个问题不涉及机密，我沉声答：暗杀。作为王爷的暗卫，我斩杀男人时当然得用暗杀。可如此显而易见的答案，竟让对面齐齐一愣。半晌，才有人斟酌着开口：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暗中俘获男人的杀招？我想了想，以我高强的武艺，说是杀招也不为过，便点点头。对方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又问：如果有了明确的目标，你会怎么表现自己？我觉得奇怪，为何要表现暗杀？讲究的是暗中出击，不动声色，暴露自己是大忌。我会直接下手，我肯定地说。没想到对面竟倒吸一口凉气，生扑吗？没错，对面的嘴角抽了抽，你的风格还真是生猛啊。第3个问题，你对自己身体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我觉得奇怪，从未见过这种风格的审问，如此温和，问的还全是废话。但还是沉住气回答：我的手，身为暗卫，以手执剑，守护王爷。如果对自己的手没有自信，又该如何保护主人？话音落下，对方不由得看了看我的手，点点头：不错，的确是一双白净柔软的手。等等，白净柔软？我习武10余载，手上分明遍布着老茧与伤痕。可是当我抬起手，却发现此刻我的双手白嫩如玉，没有一处疤痕。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手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根本就不在自己的身体里。震惊之中，原身的记忆一股脑涌了进来。原身名叫夏鹏，是个臭名昭著的黑红小花。她被称为娱乐圈第一爱蹭女明星，热衷于和各路男神炒 CP。眼看名声越来越烂，经纪人干脆给她接了一档恋爱综艺，想用她衬托公司新签的国民女神孟妍妍。刚才我参加的那场审问，就是恋爱综艺的先导片拍摄。随着脑子里蹦出的一个个新鲜词汇，我意识到，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。死前我一直和王爷待在一起，如今我来到了这里，那么王爷也来了吗？夏鹏，你上热搜了。先导片的拍摄过程在网上直播，好多网友都在讨论你。我的思绪被一个兴奋的女生打断。看着眼前的女人，我脑袋里蹦出了3个字：经纪人。她拿着一个小方块凑到我面前，激动出声：虽然都是骂你的，但起码热度有了，黑红也是红，这波不亏。我低头看了看那个叫做手机的小方块，里面的文字和我的世界有些不同，但凭借原身的记忆，我还是读懂了其中的含义。夏鹏资源这么好，他凭什么跟妍妍参加同一档节目？能不能换人啊？这姐真的太会蹭热度了，还扯什么暗杀？哦，好担心我家妍妍被他欺负啊！同情男嘉宾全都得被夏鹏蹭一遍。我气定神闲地看着评论，若有所悟。看来恋爱综艺是一份不错的差事，大家都觉得好。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找到王爷如同大海捞针，还是得先做个差事，安身立命，才能徐徐图之。我参加的这档恋综叫做《恋爱的小森林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森林里谈恋爱。恋爱是什么？我不太懂，但我知道，只要我参加就有钱挣，挣了钱就有更多方法找到王爷。为了钱，我愿意配合。开拍那天，我充分发挥了暗卫的职业素养，一身利落的黑衣，便于隐藏。孟妍妍的装束与我完全相反，她一袭白色轻纱裙，脖子上的钻石项链闪耀无比，一出场就引来弹幕热议。太美了吧！妍妍就像仙女下凡。这一出场，直接把全部男嘉宾拿捏稳了。节目想要我衬托孟妍妍，安排我在她后面出场。我懂，我绝不会抢走孟妍妍一丝光芒。别的我不会，但收敛锋芒，我可是专业的。我一个闪身，以风驰电掣之速从她身边掠过。弹幕迟疑了一瞬，刚刚是不是过去了一道黑影？节目组介绍了，那是夏鹏。看来摄影师也讨厌夏鹏，连个镜头都不给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没给镜头，而是夏鹏闪得太快，镜头没跟上快？这还算快？我有些失落，这副身体不如我从前的敏捷，居然还让人看见了黑影。真正的境界，
应该是悄无声息。看来得加强训练了。我认认真真地隐藏在暗影中，不争不抢，看着其余几位嘉宾争奇斗艳，直到最后一位神秘嘉宾出现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。哇哦，居然是影帝谢承彦！之前他不是拒绝了节目的邀请吗？听说他看了先导片以后，对其中一位女嘉宾很感兴趣，临时改了主意。磕到了，他肯定是为了妍妍女神而来。太般配了，弹幕分析的头头是道。所有女嘉宾中，只有孟妍妍曾经跟谢承彦合作过一部电影，扮演了谢承彦早死的白月光。若说谢承彦是专程为某人而来，那应该是为了孟妍妍。显然，孟妍妍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因此，谢承彦一出现，他就笑眯眯地迎了上去。承彦，累不累？进去歇会儿吧。不累。谢承彦淡淡应声。他环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，突然开口问：嘉宾是不是差一个人？孟妍妍积极回应：不差人呀。谢承彦微微挑眉：不是还有个夏鹏吗？我心口一跳，从暗影里走了出来。习惯了暗卫的生活，我下意识隐藏自己，没想到这位众星拱月的人物居然专门点了我的名，甚至用一种掺杂着探究与激动的目光牢牢锁住了我。那深邃的眸光看得我有些心虚。谢承彦不会跟夏鹏的原身有故事吧？我别开目光，不知如何处理这场面。有敏锐的网友立刻评论：我怎么感觉谢承彦对夏鹏有兴趣？他好像在看他。想多了，明明是夏鹏没有礼貌，前辈来了连声招呼都不打，谢承彦这是在用眼神表达不满。没错，谢哥还是跟我们妍妍般配，这位兄台的见解深得我意。恋爱的事，谢承彦还是跟孟妍妍谈吧。我只想藏在影子里，默默把这笔钱挣了。放下行李后，我们一行人参观了这栋森林小屋。这栋小屋是木质结构，返璞归真，我很喜欢。但其他嘉宾显然不这么想。好久没住过这样的地方了，还得自己生火煮饭啊，连柴火都要自己去找。孟妍妍咬住下唇，羞涩道：我今天穿的裙子是浅色，找柴火不方便，就留下来给大家做饭吧。她话音落下，我一看，在场的嘉宾中只有我穿了一身黑，连男嘉宾都是浅色衬衫。于是自觉道：那我去找柴火，这样轻松的小事还能避开众人，我很乐意。孟妍妍理所当然地笑了笑。不过她还没笑完，就听谢承彦对我开口：我和你一起。谢承彦跟了上来，与我同行。孟妍妍一看，竟是改主意了。承彦，你们只有2个人，太辛苦了，我也去吧。弹幕立刻炸了，妍妍好体贴呀，担心谢哥太累，捡柴火这种脏事都愿意做，这才是真爱。夏鹏这个电灯泡赶紧滚开，楼上眼瞎了吧？明明是谢承彦想跟夏鹏一起，结果孟妍妍从中横插一脚，怎么也不该骂夏鹏啊，骂不骂我无所谓，我只觉得奇怪。方才只有我一人去拾柴，孟妍妍不觉得人少，如今加了一个谢承彦，她却担心起来。不过无妨，这点活儿我自己就能搞定。森林小屋旁边的树木被打理得很精细，还挂着各色彩灯，不宜砍伐。我将目光投向了河对岸，那边有几棵干枯的杨树，很适合用作柴火。我把想法一说，孟妍妍却皱着眉头。可是河那么宽，怎么过去呢？她无助地看向谢承彦，羞红了脸。我有点害怕。承彦，你可以抱我过去吗？孟妍妍的目光满怀期待。然而谢承彦却不接招，只淡淡道：那你歇着吧，我和夏鹏过去就行。弹幕立刻磕起了糖。天，他好心疼他，舍不得他吃一点苦。这就是双向奔赴吗？我怎么觉得谢承彦是想跟夏鹏单独相处？姐妹疯了吗？夏鹏除了蹭热度还会什么？别让他和我家哥哥的名字出现在一起，我懒得管那些吵吵嚷嚷的言论。只转过身，抛下一句话：不劳烦二位。说完，脚尖轻点，如蜻蜓点水般掠过河面，转眼就到了对岸。孟妍妍惊讶地睁大眼，而谢承彦眸色深深地看着我，猜不透情绪。弹幕治了治，继而疯刷：夏鹏刚刚是飞过去了吗？应该是河里有墩子吧？涨潮刚好淹没了墩子，让夏鹏出了把风头。他肯定提前知道墩子的位子，为了蹭热搜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我没心思回应弹幕的揣测，直接以手劈树，用内力将几棵干枯的杨树放倒。这些柴火应该够用几天了。刚用竹条将柴火捆起来，却骤然听见一声尖叫。啊！回头一看，孟妍妍像失了魂似的躲在谢承彦身后，只把谢承彦往前推。承彦，你快把这条蛇抓走！快！在他们面前，一条小臂粗的菜花蛇正嘶嘶吐着信子。谢承彦眉头紧皱，却没有动作，只远远看了我一眼。很奇怪，我和谢承彦明明并不相识，可他一个眼神，我却瞬间会意，飞快从袖中取出3枚银针，掷向河对岸的蛇。3枚银针狠狠扎入蛇的7寸。孟妍妍甚至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看见那条蛇僵硬地倒下，只有谢承彦紧紧盯着那3根银针，眼中情绪涌动，呼吸都滞了。弹幕区一片懵逼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
这条蛇怎么突然死了？谢哥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蛇？带着3分激动，3分心疼，还有4分喜极而泣。他又抬头看夏鹏了，这是什么绝世凝视？隔着一条河，眼神都在拉丝。我被谢承彦的目光盯得头皮发麻。是我暴露了吗？还是谢承彦真的跟夏鹏有一腿？可搜寻夏鹏的记忆，除了他曾经在网上蹭过谢承彦的热度，两个人并无交集。我拎着一捆柴，清点水面回到对岸，想要默默回小屋，但谢承彦不让我如愿。你的手受伤了，他叫住我。我低头一看，这双手实在娇嫩，不似当安慰时皮糙肉厚，竟被树皮划破了。小伤无碍，我收回手，准备闪身引入阴影，将存在感降到最低。谢承彦却突然喊了一声阿七，这瞬间一股战力击中了我的四肢百骸。阿七，这是前世我当安慰时的名字。王爷10岁那年，我变成了他的影子，陪着他被构陷，被软禁，被围剿身亡。无数个日夜，他就这样唤一声阿七，我便会从他的影子里走出。时过境迁，仍是这一声阿七，让我们确认对方。我看向谢承彦，阴哑地、急切地、难以置信地叫出那2个熟稔的字：王爷。谢承彦叫我时，谨慎地摘掉了耳麦，所以观众只听见了我喊出的那一声王爷。弹幕又开始冷嘲热讽，夏鹏又在耍什么花招？装腔作势。谢承彦曾经演过王爷，可能夏鹏看过他的剧，这也太能蹭了。他这是想营销谢哥的粉丝人设吗？可此时激动的我已经顾不得观众说了什么，我习惯的想要向王爷行礼，却被他的眼神阻拦。王爷示意我摘下耳麦，跟他走，一直走到一处偏僻的角落，王爷才开口：这里没有安装摄像头，但不能停留太久，否则摄制组会找来。我立刻服从。是。王爷又问：你是什么时候穿来的？我恭敬答：大约1周前，拍摄先导片那天。王爷沉吟半晌，告诉我他3年前就穿来了，已经对现代十分了解。我找了你3年，原本以为你没来，直到看见了恋综的先导片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过来，居然还真是你。阿七，你真是让我好等。说最后那句话时，王爷掀起眼皮看我，颇有些意味深长。我顿觉自责，服的认错，属下知罪，请王爷责罚。王爷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反应，立马扶住我，赶紧起来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不是王爷，你也不是我的暗卫，今后不要再这样了。我愣了愣，有些迷惘。那今后王爷同我是什么关系呢？王爷的睫毛微微一颤，目光轻晃了一下，似乎在思索什么。片刻后，他的唇边掠过一抹难以觉察的笑意，在其位，谋其职。既然我们参加了恋综，就应该履行职责，好好谈恋爱。明白了吗？我好像明白了，又没完全明白。从前王爷想对付谁，只要给我一个眼神，我就能精准出击。可恋爱这个领域对我来说实在太陌生了。但这又何妨？从前为了王爷，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。区区恋综又有何惧？我激情抱拳，听凭王爷吩咐。王爷这才满意的点点头。今后别叫我王爷了，叫我谢承彦，或者承彦。我有点慌，属下怎可直呼王爷名讳？说过了，在这里我已经不是王爷。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叫做创可贴的东西，细致地贴在我的伤口。阿七，这个时代的生活你还得慢慢适应，不过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我忐忑地回到小屋，还有一丝不真实感。王爷替我处理伤口，说这个时代不分尊卑。王爷还说节目组要求组 CP， 让我配合他。配合？怎么配合？这真是我暗卫生涯中最艰难的任务。我一边琢磨着王爷的恋爱大计，一边将柴火放到灶边，刚想藏回暗影，却被孟妍妍拦住。鹏鹏，刚才你和程燕干什么去了呀？他笑意盈盈，但那笑意却不达眼底。我淡淡答：处理伤口，王爷提醒过我，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必须谨言慎行。我无意多言，偏偏孟妍妍带住了话头，自顾自说了起来。哎呀，程燕总是这么贴心，之前我在剧组受伤时，她也很关心我来着。那部戏里，我们的互动还被粉丝剪成了视频，在网上播放量可高了。他说着便掏出手机，强行向我展示。你看，好多网友都在磕我们的 CP。视频里，王爷悲痛地抱住满身是血的孟妍妍，而孟妍妍伸出手抚上他的脸。下辈子我再来陪你。孟妍妍说完这话，便晕了过去。而王爷泣不成声，眼中的深情溢出屏幕。这一瞬间，我悟了，我知道怎么配合王爷了。既然王爷如此喜欢孟妍妍，那我便助王爷一臂之力，让他和孟妍妍好好谈恋爱。最称职的暗卫，非我莫属。很快到了晚饭时间，饭桌是一张正方形的8仙桌，每边可坐2人，四边刚好围坐8位嘉宾。孟妍妍秉持着吃货人设，早早落座，盯着食物流口水。弹幕全被萌翻，天啊，女儿好可爱，小吃货一枚。谢哥快来，妍妍身边的位置还空着，我们要磕糖。没多久，王爷真的出现了。我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，行动吧，王爷，主动坐在你心爱的人旁边，这是培养感情的绝佳机会。
然而王爷似乎没注意到孟妍妍，只朝角落里的我招招手：“夏鹏，站着干什么？过来坐。”说着便坐在无人的一侧，还拍了拍身边的空位。我愣了，孟妍妍僵了，弹幕震惊了。卧槽，怎么回事？谢哥居然邀请夏鹏？大概是因为夏鹏刚刚受了伤，照顾下伤员。别强行磕了，谢哥从出场到现在根本就没怎么看过孟妍妍，我又悟了。越是喜欢的人，越是不敢多看，因为只要多看一眼，就会忍不住沦陷。没想到王爷面对爱情竟然如此内敛。既然这样，就让我来助王爷一臂之力。我一个闪身，如利剑般冲到孟妍妍身边，单手拎起她的座椅，与王爷身边的空椅调了个位。没等孟妍妍反应过来，她已稳稳坐在王爷身边，而我施然坐在孟妍妍方才的位置，体贴地给他们台阶下。我比较爱吃这2道菜，想离近点。孟妍妍惊魂未定，刚刚是你们让我飞起来了。我摆摆手，表示不必言谢。可王爷却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：夏鹏，你厉害，我知道。王爷此时此刻一定在为我的贴心而感动，而我深藏功与名。弹幕疯了一样，夏鹏是什么大力女，居然一只手就能把妍妍举起来。孟妍妍，发生了什么？我飞了。之前谁说夏鹏是爱蹭的白莲花？明明是个大力搞笑女好不好？网友们聊得热火朝天。没想到更劲爆的是来了。下一刻，王爷居然站起身，坐到了我身边的位置。你刚刚右手受了伤，我坐你右边，方便给你夹菜。我瞠目结舌。王爷，你这样是追不到王妃的。没看到孟妍妍的眼睛已经红了吗？你换了座位，就是变相换走了你的爱情。我苦口婆心，试图劝说王爷回去。我这都是小伤，不碍事，真的不碍事。可王爷却置若罔闻，还往我嘴里塞了一块红烧肉。吃，我顿时像被施了定身咒，不敢违抗。而很快，其他嘉宾就把位置占满了。这下想换也换不了了。这一幕被网友截下来，直接推上热搜，笑不活了。夏鹏是钢铁直女吧？谢哥疯狂拉近距离，他完全 get 不到。对，我也发现了，谢哥的目光一直跟着夏鹏走，但夏鹏只想磕他和孟妍妍的 CP， 这错位的人物关系已经磕上了。我愿称谢哥和夏鹏为错位 CP， 坐等后续。我的内心一片哀嚎。网友们 ，CP 可不能邪门啊！王妃要是跑了，我上哪儿找人完成王爷的恋爱大计？但我是个坚强的暗卫，既然王爷不解风情，就让我来为他冲锋陷阵。没有机会，创造机会也要上。晚饭后，嘉宾们需要确定第2天的约会对象。男嘉宾匿名写下对女嘉宾的邀约信，再由女嘉宾选出最让自己心动的邀约。女嘉宾选中了谁，就会和谁约会。这种情况下，很容易出现多位女嘉宾争夺同一封信的情况。节目组真是看热闹，不嫌事儿大。4位男嘉宾的信件送了过来。我对王爷的字迹相当熟悉，一眼就看出那个龙飞凤舞的笔记是他，只写了一个字令。我顿时肃然，不愧是王爷，言简意赅，连约会带着不可阻挡的王霸之气。但其他3位女嘉宾显然不这么想。这是谁写的？也太敷衍了吧，约人都没诚意。孟妍妍嘟囔着，程燕哥那么绅士，肯定会给我写一封长长的邀约信。眼看孟妍妍放下了王爷的信，我急忙提醒，这就是谢承燕写的，选他没错。孟妍妍白了我一眼，关掉耳麦，压低声音道：夏鹏，你也太阴险了，故意让我选别人的信，你好跟程燕哥约会是吗？我偏不。孟妍妍撅着嘴，在剩下3封里选了一封字数最多的，就这封了。她志得意满，笃定地朝我扬了扬眉。而另外2位女嘉宾也纷纷绕开了谢承燕的信，只剩我来揽这个苦差事。我战战兢兢地把令收下，欲哭无泪，感觉自己的暗卫生涯岌岌可危。等所有女嘉宾选定后，节目组公布了结果。谢承燕明日的约会对象是我。结果一出，孟妍妍的表情立刻僵了，连着弹幕也跟着蒙圈，搞什么？夏鹏是不是故意引导妍妍选错的呀？别洗了，谢承燕的信摆在那儿，孟妍妍自己认不出来，怪谁？我更好奇，夏鹏怎么就能一下子认出来？他和谢哥肯定私底下有关系。错位 CP 赛高，明天的约会又能磕了。第2天的约会，节目组安排我和王爷前往石林景区，没能促成他和孟妍妍的约会，我心中有愧，因此一路躲在暗影里。这也是过去我和王爷相处的方式，他在明处，我在暗处。我总是悄悄看着他的背影，不多言语。恰巧此处岩石林立，很好的遮掩了我的身形，就连摄像机都抓不住我的影子。奇怪，夏鹏不是应该跟谢哥一起约会吗？他人呢？太不尊重人了吧，居然让谢哥一个人来石林，还约什么会？等等，我刚才在直播里截了一张图，放大了10倍。你们看，这个跟石头融为一体的人影，是不是夏鹏？我靠，好像还真是。这是什么神奇的隐身术？我刚刚都没发现他。这已经不是夏鹏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这位姐放古代起码是个暗卫。
摄像大哥，考验你水平的时刻到了，赶紧给我们抓住夏鹏！弹幕你一言我一语，眼看恋爱综艺就要变成大家来找茬。就在这时，王爷一个趔趄，眼看就要摔下石阶，我以风驰电掣之速，飞快地从暗影中冲出，稳稳扶住了王爷，却不见王爷脸上有任何惊慌，反是冷笑一声：“一定要这样，你才舍得出来？就这么不想和我约会吗？”我顿觉五雷轰顶，王爷是故意引我出来的。我心跳加快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王爷的神色这才有所缓和，不敢，也不能放我一个人逛，今后不许再隐身了，陪着我。工作人员也站出来提醒：“对呀，夏鹏，我们拍摄需要素材，你要是实在找不到话题，可以引导谢哥聊聊他的恋爱理想型，很多观众都对这个好奇，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不错。这样，即使王爷的约会对象是我，依然可以在无形间理顺他对孟妍妍的感情，说不定还能推动他们的感情更进一步。”想到这里，我有点心酸，但为了王爷的终身大事，我还是挑起了话题。谢哥，我看了你和孟妍妍的 CP 视频剪辑，剪得真好，真是般配。王爷古怪地看了我一眼，你还看这种东西？他似乎不怎么开心。但话已至此，我只能点点头，继续说下去。尤其是那个片段，孟妍妍满身是血地倒在你怀里，当时你看她的眼神太绝了，谁看了都会觉得你对她是动了真情。我循序渐进，引导王爷发掘内心的感情。可他脸上却毫无波澜，那只是电影的片段而已，演出来的说不上为什么。听到这句，我的心里松了口气。但他紧接着又说：“不过你说的没错，拍那场戏时，我的确动了真情，因为我亲身体会过电影中那种感受。我所爱之人在我怀里咽了气，而我到最后都没来得及对他说一句爱，我呼吸一滞，脑中不由得浮现出上辈子生命终结时的场景。皇上忌惮王爷，派出精兵围剿，我不记得自己挥了多少次剑，杀了多少个人，只记得最后我为了保护王爷万箭穿心，倒在了血泊里。那天雪很大，鲜红的血液喷洒在皎洁的白雪上，渐渐晕染开来，吞没了刀光剑影，悲鸣惨叫。失去意识之前，我感到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阿七，王爷在叫我，那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惊惶和心痛。我想要睁开眼再看一看他，却转瞬跌入深不见底的黑暗。石林一片寂静，我蓦然回想起电影里王爷的表情，原来当时他是用那样的目光注视着我，那样的悲痛，那样的深情。难道王爷也曾心悦于我？我不敢再往下想，却听王爷轻笑一声，幸好后来出现转机，他又活了过来。只是似乎到如今，他还不清楚我对他的心意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正撞进王爷漆黑的眼。我们什么话也没说，就这样停了数秒，某些重要的东西便在这数秒间落地生根了。弹幕也觉察出我们的异样，这两人怎么一动不动？直播卡顿了吗？不，你看夏鹏的睫毛还在颤，呼吸也有起伏，就是没说话。唉，没想到谢哥还有这么一段经历，好心疼。幸好那女孩最后活了过来，不然谢哥得多绝望啊！谢哥口中的那个女孩，不会就是夏鹏吧？这俩人眼神拉得丝，都能整几圈秦王绕住了。他俩要是没故事，我就出事故。就没人担心妍妍的感受吗？明明妍妍和谢承彦才是一对。楼上拉倒吧，现在还看不出来吗？谢哥心心念念的只有你鹏姐。我们回到森林小屋时，天色已黑，一进门我就被孟妍妍缠住。你们去哪儿了？玩得愉快吗？怎么这么晚才回？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不知从何打起。倒是王爷不紧不慢地回他：我们去了石林，玩得很尽兴，要不是节目组催着，都忘了回来的时间。孟妍妍的脸霎时发青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跑开了。我忍不住观察王爷的表情，他却浑不在意，只叮嘱我在外玩了一天，回房休息吧。我听话地回了房，但并不想休息。许多线头搅在我的脑子里，心绪纷乱。熬到夜深，我终于忍不住换上黑色紧身衣，踏着屋顶，从天窗翻进了王爷的房间。这栋小屋的结构和古时相似，我就像过去一样，藏在木梁之上，悄悄保护着王爷，也偷偷看他。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，我就这样静静倚着木梁，观察着王爷的一切。他冷峭的眉眼，高挺的鼻梁，伏在案前安静读书的专注，还有被软禁于府中的孤独和怅惘，一点一滴都落入我眼中。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内心有了异样的情愫。从王爷10岁那年，我变成了他的影子，守护王爷已经成为融入我骨血中的责任。原本不该有任何妄念的，可无数个日夜，他轻轻唤一声阿七，要我从影子里走出来陪他，连带着平静无波的心也泛起了涟漪。而此时此刻，我在另一个世界，以同样的方式观察王爷，试图厘清心中的感情，却突然听见了敲门声。程彦哥，你在吗？是孟妍妍的声音。王爷把门打开一条缝，问他有事吗？孟妍妍却顺着门缝挤了进来。我心里闷，想和你聊聊天，可以吗？王爷面无表情，不可以，
太晚了，我要睡了。程燕哥，你怎么对我那么凶？孟妍妍立刻委屈起来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不是故意和别人约会的，那几封邀约信，我最想选的就是你，是夏鹏误导了我，才让我选错的。倾诉的言语却暗含挑拨。孟妍妍边说边抬起眼观察王爷的表情，王爷却无动于衷。没关系，本来我想约会的人就不是你。那是谁？孟妍妍睁大了眼睛，难道是夏鹏吗？是的，王爷替他打开大门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孤男寡女同处一室，会传绯闻的，但孟妍妍要的就是传绯闻。她直接扑进王爷怀里，哭唧唧的乱蹭。程燕哥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当年我们合作那部电影时，你也是喜欢我的吧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入戏了。王爷看着他故意蹭乱的头发和衣裳，叹了口气。我是入戏了，但那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……他顿了顿，抬头看向我所藏的木梁。阿七，你还打算在那里藏多久？几乎在他喊出阿七的一瞬间，我就条件反射地跳了下去，落地冲锋，扒开孟妍妍，一气呵成。夏鹏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孟妍妍惊慌的眼神在我和王爷之间来回移动。你刚刚就躲在屋里，看着我出丑，虽然有点尴尬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孟妍妍顿时崩溃，捂着脸跑了出去，留我和王爷在屋内面面相觑，又情不自禁笑出了声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梁上？我问。王爷笑了笑，当你偷偷看我的时候，我也在偷偷看你。在他直白的注视下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似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蔓延。王爷抬头看向头顶的木梁，从前累时，只要看见木梁上的暗影，便安心了。我知道，只要我需要，阿七就会从影子里走出。我从不孤独。王爷慢慢走近，见到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头发，酥麻之意瞬间遍布全身。到这时候，我如果还不明白王爷的心意，未免装傻。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心底的话，王爷，这一世我依然愿意做你的影子。王爷却轻轻摇了摇头，阿七，不要再做我的影子了。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站到光下。这世界很好，我们都可以在明亮的地方生活。比起房间里的岁月静好，弹幕则炸开了锅。为什么他们都把耳麦关了？哪位会读唇语的？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虽然听不见，但大概能猜出来。孟妍妍深夜表白谢哥被拒，谢哥和夏鹏终成眷属。看着拉丝的眼神，民政局当场给他们搬过来。等等，夏鹏什么时候进了谢哥的房间？他好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不愧是我鹏姐，一个会隐身术的女人，她从哪里掉出来我都不会惊讶。摄像机，今天又是没抓住夏鹏的一天。话说回来，孟妍妍真够脸皮厚的，深夜跑去影帝房间哭，打的什么算盘？粉转黑了，网上关于孟妍妍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。第二天，孟妍妍直接退出了这档恋综。而我和王爷的错位 CP 热度飙涨，网友们兴奋大喊，磕到真的了。节目组嗅到热度，特意安排了一场森林舞会，方便广大网友磕糖。我习惯性选了一条纯黑的长裙，穿上如同夜行衣。王爷却带着我前往市区的商场，在琳琅满目的衣裙中，为我挑了一件白色的丝绸礼裙，上面点缀着莹润炫目的小珍珠，闪闪发亮。我记得你最喜欢的颜色其实是白色，你喜欢明亮的珍珠、光滑的丝绸，还有一切闪亮的东西。穿了那么久的黑，今后就换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吧。我换上丝绸礼裙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有些陌生，但是我一直期待的样子。过去身为暗卫，我只能穿一身黑，隐藏在暗影中。原来我也可以如此明亮，明亮到我终于有勇气不再叫他王爷，而是唤他程燕。程燕，我很喜欢这件。谢程燕笑了，那笑意久久不散，透着欣慰与了然。今后我们不再是王爷和暗卫，而是谢程燕和夏鹏，一对平等的并肩而立的恋人。他亲手为我梳妆，长发垂下，别一枚百合发夹，透明的水晶高跟鞋流淌出晶莹的光芒。比起一成不变的黑，我果然更喜欢明亮。我们在森林舞会中拥抱起舞，裙摆飞旋，长发飘扬，是自在的味道。谢程燕搂着我，在追光下看着我的眼睛。阿七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日子就是我前世最想过的日子。我问他，没了王爷的地位，不觉得可惜吗？他笑了，深吸一口馥郁的空气。比起做个被软禁的王爷，我还是更喜欢自由自在的人生。我也笑了，比起藏在暗影的隐身术，我还是更喜欢不必隐身的日子。谢程燕更紧地拥住我，郑重其事，阿七，再也不必藏在暗影里了。今后换我来保护你。舞曲缓然升调，进入了最高潮。我们飞旋入舞池中央，热烈而鲜活。还有一句没出口的话，我们都懂。这个世界最好的不仅是自由，而是跨越了时间，我们依然能够相守。